那对上礼拜讲的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这样下去。看那个44页，这个外道引法目犍连有没有？他问佛陀说：什么叫做六处入处的律仪？修习多修习，能令三妙行满足。其实六处入处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经验嘛，对不对？也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非常自觉性的知道自己的心怎么样在运作。你看像在儒家讲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听，有没有？那也是一种入处律仪了。那在佛法里头是非常彻底的等于说因为我们的心会随着六根促进的过程而有所起伏跟变化嘛，对。我们说根尘世三者和触，触就会升起受想思，然后呢，你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种种想，种种要跟不要，所以就会有种种冲动。那种种冲动的满足跟不满足都会怎么样？你看它就不满足的时候，你会带来苦受，一种压抑的感觉，一种被封制的感觉，其实那就是苦。那合意境乐受升起的时候呢，你会不自觉的心就有一个流向你有一个流出心流，有没有？你会想要去抓取。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心没有定，有没有？这个时候心就随着境界在流转了，其实就是这样的。那随着境界在流转的意思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源于我们内在的这种欲贪，或者说欲贪的这种习气，在六根促进的时候呢，它卷动起来了。所以呢，抗拒不可意境，然后追逐可意境，有没有？随着境界而流转，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自觉的被我们的五盖习气给推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看我们就会不断的从早上到晚上，有没有？从晚上再到梦境里面，随时都在我们的根尘世和触生受想思当中不断的流转。生命呢，没有它的那种自主性，所以它一点都不自在，有没有？所以就苦，那就是会有苦，就是这样在升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六处入处律仪这件事情在讲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平常在生活上面，其实你们可以找一种比较简单的那个而且愉快的修行方法去试这件事情。比如说你们平常散步，刚开始在这种街道上面可能比较不适合啦。比如说你们可能到那种看安检的所在，比如说像到空陆地，或者说那些公园或者森林，或者像艺术大学也不错，因为它平常人不多。那你就静静的走路，静静的走路，这个时候呢，带着你对于整个行动状态的全然的觉知。那这时候呢，你眼睛，比如说你眼睛看到人，你怎么样？你知道看到人，就这样就好了。那你就保持你的知道，那你就发现说你的眼睛不断的在触，你知道。那突然之间呢，本来在你的眼视上面的经验，你只是保持如实知而没有水转。那突然呢，鸟的声音出现了，你就觉知到鸟叫，鸟的声音就这样。好，那你现在看到那现在用鸟的声音又不见了，又回到你的眼视。那你现在看到的是，看到的是草，你知道你看到的是草。现在看到的是树，知道看到的是树。现在看到的是人，知道看到的是人。你去练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培育佛法里面的正定，八正道里面的正定，它并不是在封闭在一个固定的所缘上面摄念，然后专注的那种止禅的定，那是属于止禅的定。那八正道里头的正定，佛法里头八正道里头的正定，它怎么样呢？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
不断的觉知到当下发生的事情，然后看到自己的这种起心动念的恰当或者不恰当，然后随观随断随转。所以它是一种直接在生活上面的修持，就是这个六入处律仪的意思。所以这个六处入处的律仪修得好，其实它就怎么样呢？它就是在学习从这种在开放六根的过程当中的这种有循有事的正定，慢慢培育，然后通达到就变成怎么样呢？满足所谓的八正道里头的四禅正定，舍平衡。所以这是一个修学的历程。然后这个历程呢，其实它就蕴含着原本传统的所谓的那时候对佛教来讲叫做外道的四禅八定，特别是在四禅上面的那种容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看我们平常在修禅定，或者说比如说像现在有的也很流行，比如说像帕奥的禅法，有没有？他会要求你入很深很深的那种止禅的那种禅定，然后再去所谓的转观这个样子。其实原本的这种离五盖有循有事得初禅成就有然后离循离事，然后定生喜乐得二禅成就有，离喜有乐，然后胜所说即舍得三禅成就有，然后到最后忧苦喜乐俱舍，舍念清净得四禅成就有。其实这个内容，这样的内容是原本的就是在佛陀还没有成佛之前，那时候的印度的瑜伽士就这样在修行的。所以他们是属于摄念专注，你没修过嘛，对吧？你看他就一定要圆你，比如说你圆腹部的胀缩也好，或者说圆一个那个呼吸也好，或者圆各种比如说青黄赤白片各种颜色各种东西都可以，让你的心呢圆那个对象，然后不断的投入在那个对象上面，心整个摄住这个样子，这叫摄念专注的这种修学。那其实这种禅法在原本悉达多还没有成佛之前，他就是学这个，那他成佛之后呢，他让他成佛的，其实让他觉悟的不是那样的禅法他是在心非常稳定的情况底下，内证思维观察生命实际发生的这个因缘然后它的果报。所以在菩提树下里头，等于是他怎么样呢？我们说正见缘起，有没有？这样去觉悟的所以他觉悟之后呢，不是再锁入，不是再去进入那种摄念专注摄念的那种禅修方法，不是那种止禅的修法，不是，是怎么样呢？他就很清楚啦。注意听一下如果你的心灵已经彻底的了悟到说，其实整个生命的现象就是生命的经验，而生命的经验都是在根尘世和处当中升起的受想思，不断的在这边互相为缘而不断的流转，有没有？你生命经验是不是这样？那那时候你就听问你自己这样代志所以你的痛苦跟烦恼在什么所在生起来？就这六处入处嘛，对不对？就在你的生活处境的当下，它就升起。所以你解脱会是在哪个地方解脱？也一定是在当下苦昧，对不对？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了解，因此要从痛苦烦恼当中解脱，就不是在六处入处之外再找其他的禅修方法了，有没有？所以就变成非常自觉性的培育，在六根处境的当下那种念住，我们说观察，直接观察到当下发生的事情，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四念处，其实就是原生法，就是看到根尘世和处而升起受想思这样的历程，所以叫做随观即灭随观即随观灭，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在生活的境界当中，你看你每一个片刻每一个当下
都能自己去如实作证，你自己会经验到什么样的因缘会生起苦，什么样的因缘会生起乐，什么样的因缘可以超越苦乐而心平衡不动摇，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这就是禅修。所以透过这个过程，刚开始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平常有那种五盖的那种习气，有没有？贪心、嗔心，那容易掉悔，那心也不太有力，有没有？啊，如果还没有见法的话，会疑当疑三，不知道有没有对台戏面啊？所以呢，容易随着境界而转。那所以真正在修学六处入处律仪的时候，它会比较有力。能够比较有力的意思，就是变成说心甘情愿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来自于他的心灵了知到生命的实相，所以他就不会说，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跟小孩子在面对小孩子的问题，然后现在在跟小孩子谈话的过程当中，心情很不好，然后呢，我不当下去摆平这个心情不好，抗拒他，回避这样的处境，然后我赶快把门关起来，有没有？不理他，然后呢，静下来，赶快要去做那个止禅的这种休息，他就不会这样了。了解这个意思吗？他就怎样不是这样啊？他是在当下，比如说他在当下触到小孩子的某些事情，对，然后他看到自己的贪嗔痴升起。然后他看到自己的贪嗔痴升起，在当下里头去摆平，你看，那就会从那种原本骚动不安，有没有比较强烈的这种撞击的现象，你看它变成波动会比较小啊，然后慢慢呢，随着你的稳定的觉知而不再水转，你看那种波动，它就会止息下来。当下从原本的强烈的苦受当中解脱。这就叫做六处入处律仪的这种修学啊，所以在当下他本身在修的，其实你看到他就是在修四念处，四念处没有办法在其他的地方修。比如说，你看我们身体的觉受是什么样？身处入处，然后产生苦乐受，可能透过耳根而来，可能透过鼻根而来，可能透过舌根而来，一定是根尘是合处而升起的身受心法。所以修四念处一定是怎么样？是在六处入处的当下。好，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认知，就会比较安于如实的在自己的生活的层面上面，随时去看到什么，就是在见缘起，有没有？就是在看缘起跟在看缘灭，就是在看流转跟看解脱。那个讲一件事情好了，应该要谢谢那个方师兄哦。那最近他把我们这边讲的那个录影然后弄到那个 YouTube 上面去，然后结果有一个在修爬后禅法的一个法友啦，他刚好看到，然后他最近呢，他就是在禅法上面，他转从就是原本的修洞中禅，然后觉得洞中禅不得力，然后又去转去爬后那边修。那他修得很困惑，因为他的情绪不好，然后甚至他太太都怀疑他到底在修什么样的法，这个样子。然后他看到说我们那个方师兄弄上去的这个 YouTube， 我不知道他看到哪一篇，那他可能在刚好谈有关禅法的问题，然后他就打电话来问，然后调整了他对于禅修方法的这种观念，然后他就很开心。然后因为我们很多人，所以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说，如果对于禅修方法的知见不正确，会因为这个错误的禅修方法的这个错误的知见障碍你的学习。因为生命的经验它就是在每一个片刻的当下，所以你就只能在每一个片刻的当下去培育那个如实知的能力跟那种舍断贪嗔痴的力道，不用到其他的地方去找，但是就是要有那样的稳定的心，有没有那个心的力量，这是基础。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你们看我们讲过那个转法轮经，转法轮经之前的五比丘有没有？没有一个人修观呼吸，没有一个人修洞中禅，
没有一个人在破色句，啊，你们有没有发现？但是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是怎么样，已经在修苦行，所以他们已经怎么样，有那种强烈的离五盖的心，所以他们的心灵的力量是相当强的。其实主要是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听佛陀说法1个星期，有没有？然后乔真如他就可以证得出果，就是这样来的。那原本在佛陀还没有教安般念之前，有没有？他教安般念的因缘是因为有先教了一些对治法不净观。那有些比丘呢太用功了，太用心了，产生幻觉跟幻听，所以有的自杀，有没有？有的然后找人来杀他，这个样因为厌患这个身体。那在这样的因缘底下，佛陀才教安般念。那之前也没有安般念，佛陀也没有教，有没有？但是还没有教安般念之前，很多人都已经证阿罗汉啦，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事实上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在还没有这些各种禅修的辅助的道品的时候，还没有这些辅助型的这些禅修方法的时候，那他们怎么开悟正果的？包括佛陀在菩提树下，有没有？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是心相对的那种稳定性，然后直接在自己的6处入处的当下去见贪嗔痴，离贪嗔痴，然后自然怎么样呢？层层转进，层层转生。你对，比如说我们说，那在这个过程，传统的禅法的那些概念、那种讲法，有没有说有循有事？对。那我们等于说，在刚开始在修学6处入处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我们要对治五盖，我们的习气，所以在促进的时候呢，你真的是需要比较刻意的去注意。这个就类似初禅前的有循有事，或者说初禅的有循有事。那你长时期的在这种6根促进的过程当中有循有事去离欲恶不善法。你看你的心自然会怎么样呢？就进入七觉支，有没有？心就会相对透过这种正念当下有循有事，对。如果有贪嗔痴升起，责法对治，然后呢，心在这个地方去精进对治这个欲恶不善法，所以自然而然会怎么样呢？升起那种离五盖的那个心悦跟喜乐。那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不是说填起啦，就比如说你在这样的基础上面，生活上面一直在增上嘛，所以慢慢会怎么样呢？你自然你的心怎么样？会越来越不容易去沾染那种五欲跟五盖，所以心相对的就越来越稳定而有力，所以渐渐的呢，好像就进入那个传统二禅的那种离了寻事的那种定生喜乐的那种状态。所以一切的心的情景都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自觉性的在6根促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离贪断爱离慢而来的。所以就心自然越来越亲近，有没有？所以亲近就亲安，然后再进入那种更彻底的远离五盖、远离五欲的那种远离乐、菩提乐、解脱乐，然后呢，又在这个基础上面更增上，所以达到那种完全的四禅的正定，舍心的那个正定，它是这样来的。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传统原本止禅的修法是在佛陀之前就有了但是呢，佛陀或者说后来的那些弟子，把这些传统外道的这种四禅八定，有的把它融摄到那他原僧团里头的这种修法，但是呢，主要原本佛陀的这种禅修的方法，它其实不是止禅，它是透过正知正念当下七觉支的不断的培育而层层转进、层层转生的。了解这一说咱一般想到那干嘛讲好像这样有点麻烦，我们会觉得说，好像透过一次禅修就想要怎么样，好不好？了解这个意思吗？也比如有人会想说，透过一次禅修，我好像就开悟，我就觉悟了，那我的痛苦烦恼就都断尽了，有没有？也许有那种人，但是那种人是很稀有的那真正的禅法，就是说真正原始佛法，2500年前释迦牟尼教的原始佛法的禅法，就是他的觉悟跟解脱的经验历程。我讲这个很重要原始佛法在讲的，就是释迦牟尼佛
通达觉悟的方法，其实不是别人的，是他通达觉悟的方法。那他怎么觉悟？有没有？我们说他在菩提树下正观六处入处的因缘法，有没有？得见缘起法跟缘灭，就是得法住得涅槃，所以觉悟，有没有？觉悟之后呢，修学八正道，然后呢，到最后呢，八正道满足，所以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在佛陀在自己记说他怎么样成道，然后怎么样修道，到修道之后做些什么，很清楚，都在经文上面有这样的记录啊。所以什么意思呢？释迦牟尼佛透过正见缘起而觉悟，觉悟之后透过正念当下不断的见贪嗔痴离贪嗔痴，满足八正道，满足七觉支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之前讲三转十二行，四圣谛三转十二行的历程，它就是这个样子，这样清楚吗？所以这篇经文其实就是从这佛陀觉悟的这个总体的心要上面拿下来，拿出他那个次序来跟银法目犍连讲的是这样所以呢，就跟银法目犍连讲说，他的法呢，有没有是要通达明解脱？那银法目犍连是倒过来问，那你怎么样能够通达明解脱？佛陀就跟他讲，那要修学七觉支，那怎么要能够修学七觉支满足？然后就要修学四念处，那怎么样能够满足四念处？要修学三妙行那怎么样能够满足三妙行？你看，三妙行在这边指的是身口意行，那你就很清楚了，好不好？身口意的善行。那所以如果在六根触境的当下不正知正念然后随着贪嗔痴而转，就不可能满足三妙行嘛，对吧？所以呢，要满足三妙行，就怎么样？六处入处律仪，就是这个意思这样清楚吗？好，那什么是六处入处律仪呢？如实知见六根触境的当下根尘是和合处，那原生起来的这个内在的起心动念，看是随转或者不随转或者是超越当下那你能够随时在六处入处的当下看到怎么样呢？根触色声香味触法然后升起受想思，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当下里头去平衡自心，去超越当下的境界，这个叫做六处入处律仪有没有所以佛陀这边讲了，对，如果平常没有注意，眼见可意色，你看我们就会赞叹染着，不可意色呢就会抗拒排斥，有没有？你看这都是心黏着了。那你如果已经正见缘起而决意转向心解脱的人，看到没有？我这么意思就是说，你了解生命的实相，然后你嘛感觉讲，你不会让自己搁在生活当中受苦。其实在讲的就简单，就是这么平时。那你当然就要在生活上做这件事情随时在你六根触境听到、看到、想到任何境界，马上看到自心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是吧？然后呢，你如果不要受苦，就不要随转，就这么简单所以这边就讲了如果你能够不随转，也永不圆着，你看内心安住不动，善修解脱，心不懈怠，这个就是在修六处入处律仪那你看透过这个过程，我们再要提醒一下，有没有？在这样的过程跟在这样的修法上面，你看他的心是全开的，他的心没有在抗拒任何境界，而是在任何境界发生的当下保持如实知然后呢平衡调伏超越当下的起心动念所以我们说六根触境、六处入处律仪，其实就是生活上面的自觉性的离贪断爱的一种修持，对。而离贪断爱的修持，就是离苦解脱的一种修炼嘛，这样很清楚，对不对？好，那所以透过这样的过程，你看，那我们才能够在六根触境的当下里头，不会
因缘于无明，因缘于贪爱而卷起的业力习气来驱动，有没有？自己的意念、自己的语行、自己的身形，有没有？所以就能够让自己的身口意行转成三妙行，就变成善行了，有没有？是这个意思啊？这样清楚了呢啊？好，那怎么样叫做修三妙行满足四念处呢？啊，那就是说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多闻圣弟子啊，就修行人啊，常常怎么样？空闲处、林中、树下啊，常常这样思维啊。如果说啊，我的身口意有这种恶行，你看容易怎么样呢？现在起苦恼，苦恼其实就是一种恶报了啦。未来呢，有没有也容易引生这种恶报的因缘？那也会怎么样让这些亲近的修行人呢，或者比如他们那时候佛陀或者他的亲教师，对不对啊？这些上座比丘呢，会怎么样？对他呢会产生苛责，那他会恶名流布、自害，那也会破坏僧团的这种名誉，对。那身坏命中呢，就容易堕入这种不好的这种境界，比如说他说当堕地狱，对。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呢？自觉性的守护、修炼自己的身口意行，让自己的身口意行呢，不会去怎么样，在这个原始佛教里头就说，并让他的身口意行怎么样，不会去触犯戒行，哎，然后呢，其实就等于说，让自己的身口意行呢，保持在这种以十善业为基础的这种增上道上面啊，远离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对，离贪心、离嗔心，有正见啊。那你看，那在这样的基础才有办法怎么样呢？这个就叫做戒了嘛，这就变成他的戒身，有没有？佛法里头讲的戒身。那这个戒身是什么意思？就会发现说，所以透过这个戒而让自己的身口意行清净，它是什么意思呢？等于说让这个身心的这股能量呢，它基本上变成怎么样呢？它基本上对于这个存在的境界变成是无害的。等于他的身口意行不会为别人带来痛苦跟烦恼，也不会去伤害到别人的身口意行，是吧？所以呢，你看，那他这个时候呢，他的心就怎么样？他的心就容易安稳啊，他就有安稳而平静的心。那在这样的基础上面，才有办法怎么样呢？其实这就已经有戒而来的一心了，是吧？心的稳定了嘛。所以呢，他可以怎么样呢？随时对于自己六处入处的当下发生的这种维系的身心现象，有没有能够做稳定而绵密的观察？才能够去真正去满足四念处的修学啊，所以我们一般在佛教界里头常常说，你要修禅定，一定要先持戒，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它不是什么那种宗教的神秘的事情，你自己的身心经验你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自己的身口意行基本上面有没有很乱，然后那个对外的攀缘很多，那就容易怎么样？容易心乱啊，甚至你容易造出一些那个不恰当的身口意行。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有时候光要人连做人的基本品质都做不好，有没有？更何况你想要有稳定的觉察力，如实知见当下身心的这种生灭跟流转，而具有转向的能力，有没有？这个转变不可能啊，这样意思不？所以所谓的持戒，它不是宗教上面的意涵，它是灵修的基本条件，它是我们身心清净的基本条件。在身心清净的基本条件底下，才有可能如实知见生命的实相。这完全跟宗教无关，这是生命，就是我们说修行人或者灵修者要去离苦，然后净化自己，然后通达究竟智慧的必备的条件，一起按来啊。那好了，那你看他能够把自己的身口意行
能够收摄，然后转向于安住在这种三妙行上面，就是善行、离贪、离嗔、离痴，或者无贪、无嗔、无痴的这种身口意行的这种特性上面，然后怎么样呢？云何修学四念，就是三妙行满足，对，然后什么叫做能够得四念处清净满足呢？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啊，什么叫做修学四念处？这样才能够去满足四念处嘛。那什么叫做满足四念处而进一步去满足七觉支呢？四念处就是七觉支里头的正念，正念就是四念处啊。所以这边就讲了，随顺身，身身观念处啊，比随顺身身观念住时，摄念安住不忘，就是不忘的意思，就是不忘失。怎样以安怎的发生？这叫做方便修学念觉支，方便修学念觉分离，然后得念觉分满足。这什么意思呢？所以在原本在中国的这种四念处上面啊，跟原本佛陀教的四念处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原本佛陀教的四念处是对于身受心法的如实观察，他没有设定说哦，观身不净，观受是苦，然后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这是晚期佛教的所谓的四念处的修法。但是在你看，它都已经有设定了，你要去看说看身体里头的不干净，其实这是对治法，而不是如实法。它是对治欲贪用的啊，所以这个身身观念处是什么意思呢？对于自己身心身体的这种行动或者觉受，它在发生的时候呢，保持如实知，那你就会看到什么呢？身体的现象只是身体的现象，所以心就可以怎么样？安住不动，所以这叫做身身观念处。那受受观念处是什么意思呢？看到受只是受，在四念处经里头，就是看到受只是受，如实知它怎么样呢？根尘是和生处生起的受，它是原生的，所以受只是受，所以怎么样呢？你就不会去缘这个受而流转，这叫受受观念处。那心心观念处，就是对于自己在六处入处的当下所呈现的这种念头或者冲动，这包括心想跟行，能够如实的觉察而不随转。我现在讲的是比较浅的这部分，待会再讲深的四念处经的那部分。我现在讲的是属于中部的大念处经的这种修法，它其实它是比较浅的啊。它是等于说那是算是后期的修行人提供对于四念处的一种修学的一种看法啦啊。那法观念处就等于说我们在触到境界的时候背后的这种思维取向，你是以五盖为基础的取向的，那你看你就会卷取贪嗔痴。你如果以这种解脱，比如说那个正见为取向的这种思维，你就不会升起贪嗔痴。这是大念处经的基本的对说四念处的这种教法啊，是这个样子。那如果说你真正来讲原本的那个佛陀的这个四念处的教法，其实是要这样看的。对于身体随顺身身观念处是什么意思？看到身的现象的缘起。所以你在觉知身体的现象的时候，就要知道什么？时起则生起，时灭则生灭。食这个食就会比较深，对，食就是吃东西的这个吃的意思，食物的食，这里有包含着欲贪抓取的意思。食假，其实佛法里面这个假就是缘起啊，这个食，所以这个食是包在那个是在缘起相应里面后面。这下面意思呢，在佛法的这个食，它有四种食啊，比如说我们平常喝水、吃饭，这个叫团食，物质性的东西叫团食，吃物件对不对？这嘛是一种吃。另外一个叫什么？六处入处，处食。我们在六根处境有没有？你看我们会吃，看到好的会吃，看到不好的也会吃，就会辛苦啊，有没有？就会起嗔心，因为你吃它觉得不好吃，这叫处食。那意思食是什么呢？
意思是比较接近那种自我感的满足，你看面子问题、卑慢等的问题。出道境界有没有？我们会有那种自我感的满足的需要升起。你看要吃那种自我的满足感啊。这个最简单的就是别人称赞我们的时候，你看注意看小孩子有没有？称赞你的时候有没有？他很开心，满足那个意思时，这正常哦，众生都这个样子。所以众生因死而流转，就是这个意思。你注意看小狗也这样，有没有？你看那小狗，你看哇，你好漂亮哦，你好聪明哦，它会笑哎，它眼睛会笑哎，小狗会很开心哦。那你看你如果骂它，你怎么这么丑？你好脏哦，你好臭，它会一直萎缩下来，孤卵意思时啊，透过耳根啊听到这样的声音，然后它感觉它的自我受到伤害，意思时。那另外是事实，等于说六根促进升起的受那个六识随升起的受想思嘛，有没有？然后我们在四接触到经验的时候会怎么样？喜贪润泽，怎样了？觉知的有没有？就会想要吃，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叫事实，所以有团识、触识、意识识、事识，这四种识呢，会造成身的聚集。所以这个身其实不只是认真来讲，我现在就讲另外属于阿含经里头在讲的这个身身观念住了。这个身呢，它就不只是在讲这个身体，不止摄法而已。身身观念就是在讲有身。所以你识集的时候呢，你有这种使我们说促进贪欲升起的时候，就会有五阴身升起，就会有四住的现象。你的心意识就去攀缘抓取喜贪产生。所以就会有怎么样？有色法的变动，有心法、受心法的这种变动的产生，所以就会有五阴身的流转。所以事实上呢，观是修四念处就是在观缘起，跟观六入处其实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你在修六处入处立语，也是在见六处入处的当下的即法跟灭法嘛。那你在修四念处的时候，就是在修四念处的即法跟灭法。所以六处入处的即法灭法就怎么样？看五阴的这种生灭跟流转嘛，就是它的即跟灭。那四念处也是一样，它一定是在怎么样？六根促进的当下在发生。所以其实这只是怎么样呢？佛陀根据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需要，在讲同样的东西。你看你的身受心法的发生，会超越你的六根促进之外吗？不会嘛，它一定是在你六根促进的当下而原生的嘛，所以识集则生起。你看，那有这样在促进的时候，有这种贪欲升起，就会有这种五阴身的这种流转的现象产生啊。所以识灭则生灭，所以在观身有没有身观念住的时候，正见五阴身的这种原生跟原灭。那这个了解了，后面就简单了。所以呢，那受就容易了。你看受是怎么样呢？在六根促进的时候，触受想思升起啊，所以触集则受集。这里头你自己要去体验跟用心，我们不自觉的会随着曾经有过的苦乐受的经验而流转啊。其实这就是四住于受。你的心呢，在抓取有没有？要再去经验曾经有过的那种快乐的觉受，这就是四住于受啊。那我们一般不清楚这件事情，认为说随逐于受是正常的现象啊。所以呢，你随逐于受，对，不断在追求那种快感的乐受，其实这就是流转在自己的这种生命经验里面。所以克里希那穆提他讲的就要讲得非常好啊。然后一般人呢，都是被过去的经验给攫住的，他是活在过去的经验里面啊。所以他说修学呢，就是要怎么样呢？从过去解脱，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从佛法来看，是会看得比较深而彻底而全面啊。那所以呢，你看从你自己的经验里头，你去好好的去深思极尽的去观察，一定是六根触，对，触色声香味触法生识，才会有受生起。
所以触即则受即。所以呢，你在面对自己当下的觉受的什么叫做受观念中呢，如实这样看到受的集起，看到受的灭去，所以你就会怎么样呢？会变成受只是受。所以呢，如实知受升起，有没有？如实知受灭去，你不会随转。所以在这个当下，六根促进的这个受升起的当下，你的心还是可以是怎么样？保持在一种平衡的状态，它还是定的看到没？但是一切的定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用力的情况了，它是在随觉当下发生的现象，如实之见它是缘起的，所以怎么样？心不动摇。你看，这是属于八正道的这种正定，慢慢这样可以分别开来了，对不对？这是活的定，这是活的定，不是封闭性的定啊。那再来，在四念处经里头，他就这样讲。那什么呢？心起则名色起。这个心呢，其实就是识，意识的识。你的识怎么样集起呢？你看，它识是六根促进而集起。那集起的时候呢，色就是身体的现象，或者说这些物质性的现象，或者声音，有没有？就是属于色法的部分。那名就是受想行。所以你识集则名色起。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有意识的觉知现象产生了啊，一定会有色受想行的现象跟着升起来，所以识集则名色起。那在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如实知这样的一种原生的现象，你会怎么样呢？你会随着名色的集起而怎么样？识住于其中，又会变成名色集则识集，所以就会随转在身心经验里面。那听好吧？所以这叫心集则名色集。那所以你透过如实观察，就变成怎么样？你知道这是一个有没有原生的过程，原生而互相在原生的过程，所以就变成说，你知道变成怎么样呢？这就变成中阿含经里头大念处经说，心只是心的意思，就不随转，就知道它是原生的这种现象啊。好，那再来。作意起则法起，作意灭则法灭。这个作意，其实这个作意就是根本作意，根本作意啊。根本作意在佛法里头其实是一无常啊，那叫什么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即灭涅槃。但是这个三法印其实它是后期整理原始佛法里头的根本核心教义而形成的。那如果是在原始佛法的根本作意，其实就是什么呢？缘起，就是缘起，就是因缘法作意。所以你就看到说，如果有因缘聚集的时候呢，它的现象呢，它就会升起；如果因缘灭去呢，这些身心现象它就会即灭。所以叫作意起则法起，作意灭则法灭。所以不论从所谓的识集则身集，触集则受集，或者心集则名色集，作意集则法集，这些你就看到什么呢？这个叫做在见原生法，缘起啊。识灭则身灭，然后触灭则受灭，心灭则名色灭，作意灭则法灭。你看这在见缘灭，所以就是我们在讲虚生经里头的有没有？先知法住，后知涅槃。那所以等于是你在六根处境的当下，随时在六根处的时候观察到五阴的现象，也就是身受心法的集法跟灭法，就它的因缘的流转跟还灭，有没有？所以有流转门，有还灭门。所以这个叫做即身观察，缘自觉知，现法通达，不待时节。对，你变成你都随时在你的身心经验当中，当下在观察。那你当下在观察，如实之见它的缘起跟缘灭，你就有可能随时怎么样体证到这个所谓的我们说那种见缘起，然后开悟的这种境界。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个就是四念处的这种修法。好，那你看，所以四念处它怎么样呢？它其实就是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透过正知正念当下的六处入处，而层层转进、层层转生的。而这个正念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七觉支里头的正念嘛。啊，好，那到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好，老师，我可以提问一个问题？请说。这个问题是刚好今天碰到的一位居士，但他就是我从一位法师的另外一个因缘了解这位居士哈，他进来的时候好像进到这个地修道场，好像不是很欢喜的。然后后来他离开之后，这位法师就在讲他的状况。假如今天有一位居士，就是问题说，他所困扰的是因为家庭问题，什么问题呢？儿子交女朋友，先生也去交女朋友，所以他就很痛苦。那假如这个问题让您碰到了，那我们不可能得要四念处把它共把它共。对，当然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是直接让你接触到的，那请问你怎么让他解脱？要在当下让他看他自己想要怎么办。看他当下他自己想要。如果说我电话打给你了，周老师啊，这个儿子交女朋友，先生也交女朋友了，那我好苦啊，请你救救我啊！对，就是我要在那个，就是这样啊。那我说，那就等于说，那你要看他想怎么办。我先访问他。对，你想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在这些苦当中纠缠，还是想要不想因为他们的状态而受苦？那他让他做选择。那他不想因为他们的状态受苦，那他能够说让他的儿子不交女朋友，还是让他的先生不交女朋友吗？让他一直去看回自己的心。然后在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去看到他不得不的那种抉择。他如果做某一种选择，一定是在苦当中纠缠。他如果做某一种选择，可能可以有没有导向你先自身的这种痛苦烦恼的止息，那状况也许还有转机，那也不用跟着目前在这种焦灼的状况而去受苦。我会这样，就从这样的方向去跟他谈，还是一样啊。你看，就是在那个，先不用谈四念处啊，其实也是四念处啊。他怎么样？比较深奥。你是底下吗？但是其实四念处他一点都不深，也都很深。你看他看到自己的苦哦，很辛苦啊。那我们那你为什么辛苦啊？你刚你对于说小孩子或者先生的那个境界的那个抗拒，好，那你那个抗拒，你能够真的有什么样的能力去改变吗？一直看进去，我说我要当机啦，你要懂他来面，该对有些才讲，伊的心里头的那些结，有没有？也感，因为每一个人心中里面有真正美感，啊，你的美感过一点，人你要去看着，你叫我都讲一点滔，干嘛叫他归到核心来？带着他去看结。对。带着他去认识他自己，对，要这个过程，苦没有办法替代，所以虽然宽容法师很关心他有没有，也是没有办法，都一定要是他自己去，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啊，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无所回避呀，那在我们。就是我们透过人生的经验，其实慢慢好像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触到的人生的经验，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跟超越的课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发现是这样。所以透过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些人生经验的这种引生的痛苦烦恼，触到这些经验有痛苦烦恼流出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的隔碍。然后在这个隔碍当中，然后再去寻求突破跟解脱之道，智慧就增上。我被送啥？我讲这个就是在哦。那天我跟翠佛法师说，我发现你怎么那么拼啊？来给他讲几句话，我话你被送啥？真的就是这样，你看透了，真的就是这样。他说法尔如是啊，活在真实里面就是这样。我话你被送啥？这有点深，有没有？我的哇，你会中啥？你看，好，就是
我活呢追求名利，追求眷属的和合，可得吗？真的可得吗？啊，可得了又怎么样？在无常缘起的这样流动当中，它还是在变坏当中啊。那所以你变成去追逐那些吗？活在那种以为有所可欲、可求、可得的那种投射里面吗？大家该记住，去追逐那些东西。所以我们说那个寒山师德颂里头有没有逐云追梦？要这样吗？活在一种我们认为的所谓那叫什么，就是比较相对来讲叫做不真实的幻梦里面嘛，不真实的投射里面，然后在那里头受苦嘛。那你如果了解说，你看从缘起法来看儿子有儿子的缘起，先生有先生的缘起，他跟他女朋友，他跟那各自跟你之间都有很复杂的因缘的那种关系在的那种变化，他已经这样在呈现。那在这种复杂的缘起的这种流动当中，儿子可能会再离开那个女朋友，先生也可能会再离开他女朋友，都是可能的，也可能跟他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但是这都不是重点。未来怎么样都不是重点，已经发生的当下是怎么样，你的心怎么样在面对嘛？无里边啦，就是这个意思，无里边哦，真实的现在无里边哦，法尔如是嘛，这个叫法尔如是啊，无里边啦，你要那个把自己的眼睛遮起来当鸵鸟吗？还是呢，如实真实的回应当下的缘起的境界？无里边啊，同样的，我们在这样的一场人生当中，你看，碰到所谓的那些挫折的经验，我们说所谓的痛苦的经验，你不从那里头学习，无里边啦，你不比他超越，无里边啦，那就是这个意思啊，无里边啦，继续在那个痛苦当中忧悲恼苦吗？有没有？继续在那个痛苦当中悔恨掉悔吗？有没有？继续在那个痛苦当中，你看慢慢就会埋没自己的人生，要这样吗？那在那样的痛苦当中去进行一种痛苦的比较接近于有没有不可逆的那种轮回的因缘？那还是呢？你要在痛苦烦恼当中怎么样观察、如实知见苦集，学习苦灭之道，增上自心的这种心灵品质。就是这样，看透其实就清楚了，看透了其实就很清楚。还没有看透的时候，你会像怎么样呢？就像我们一般人在受苦，自己呢会感觉到自己就像那个在那个油锅里面的被炸的青蛙或者被炸的鱼，其实表面给人接纳，但是呢你就不想跳开。你能跳开，但是你不想跳开，这就是还没有看透，不如实知。所以呢，继续在那边受苦，那苦到你怎么样呢？你觉得你真的不想受了，那才有机会跳开。这不法度的代志，有没有发现呢？不法度，真的没有办法。那你看，像一般人。那我们如果再讲到佛法来看，你就会发现说，为什么说原始佛法其实它只会是少少的人在修学的？因为在修学原始佛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怎么样呢？它是已经开始愿意去探触生命的真实，然后探触生命的真实有没有的人，在这个世间其实本来就不多。大家会愿意活在某种连自己都不太相信的投射跟依赖里面。你看你根本都无看到讲什么款的什么样的佛或者什么样的神，有没有？因为你拜他，然后所以就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你看你会拼命这个样子。大多数的众生愿意走宗教的路，有没有？不愿意走觉醒的路。所以那天那个水果法师讲的，我听得很感动，有没有？佛法是崇高的，但是宗教是众生的。
问题是你要真正离苦不通达这个觉醒的方法是不可能的，但是众生想要觉醒彻底离苦的人很少，就这个样子。所以他宁愿呢，有没有？宁愿在自己的迷梦当中受苦，在那边煎熬，他也不想跳出那个火热的锅。也安内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其实我真的就是很感谢说，每次来，然后你们愿意来这边分享，因为这个很少人，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缘，我们彼此之间啊，还有你们各自彼此跟这个佛陀的教法之间，这是强迫不得的。所以有一回那个我跟水果法师在谈的时候，水果法师说：“我来就是看佛陀剩下的弟子找回来。”就真的会这样哦。剩弟子是剩下来的，不是神圣的，这是剩下来的。春暖，真是春暖。我10几年说法，对这件事情感受很深。就这样。请说。老师，请问如果说按照四圣谛来关照的话，对，那也知道就是一切都是毕竟空。那对于任何事情的处理，会不会去比较消极？因为一切到最后都是一切都是缘起缘灭。对。那这样会不会去就是有很多事情的处理，就是我只要把自己处理好的话，那一切事中的事情，我尽量不去探索。你看这边有一个在语言上面有一些矛盾啊。我们经验的是缘起当下的事实跟真实，对不对？它不是空啊，痛苦是真实的，不是空的，痛苦是真实的。囡仔是真实的，你跟囡仔在互动的关系是真实的，它不是空，它不是什么都没，它是真实在发生的生命经验。所以是要佛陀的教法，从四圣谛来看，不是导向于所谓的那种空境，不是。所以你看他在说什么？如实之苦，如实之苦集，如实之苦灭之道。就是讲，你要知影这个现实的代志发生是什么款的因缘，你的结在什么所在，结在哪个地方？你如果想要不要受苦，你就要把这个结解开。所以它是很实际的，一是真实在。不是什么毕竟空不空的问题，这是实际在发生的缘起当中的真实。但是你如果说不去回应缘起当中的真实，你去逃避，那个逃避说毕竟空如梦似幻，所以我不怎么样。但是你的苦有没有真的灭啊？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实际发生的经验当中，你真的能够完全舍下来吗？还是你只是变成在用一种那就是一种鸵鸟的心态，不去回应实际在发生的这种生命的现实呢？佛陀的教法不是这样，不是说毕竟空，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管，这样就是死的。因为人生活着是真实在缘起当中在发生在流转的，所以是什么意思呢？如实的面对缘起的这样的一些生命经验，如实的看到当下的经验的因缘，如实的看到如何面对会让彼此导向于一个暂时性的因缘当下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只是这样而已。所以你没有办法决定要怎么样，但是呢，你可以在这个缘起的当下里头去做适度的参与。所以它是一个不能叫做积极，但是绝对不是消极的回应人间事。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叫做缘起，在因缘条件发生的真实当中去学习、去历练、去成长。我的地会变那颠亏，智慧没有办法展开啊，它是这样所以四圣谛不是毕竟空，四圣谛跟毕竟空是两回事情。四圣谛是很实际的，很实际的。你看到生命里头的苦。然后看到这个造成生命里头苦的原因是什么？叫做见苦集。然后如果这个苦的集灭呢，叫做灭，苦之灭。所以导向于苦灭之道叫做修八正道。
所以那八正道里头就有一个第一个叫正见啊，你要正见到什么？正见到生命当中的一切都是怎么样？因缘生，因缘灭的。因此我们随着因缘条件当下的真实去尽心尽力，有没有？但是呢，不会去强烈的执取。尽心尽力完之后呢，又怎么样？随着因缘而流动。其实这个就叫做正智。因缘于正见因缘，所以懂得依正见因缘缘起来对待生命，就叫做正智。所以呢，他可以活在人间，但是呢，他在人间里头可以怎么样？从很多的痛苦烦恼变成痛苦烦恼很少，甚至到最后完全没有痛苦烦恼，实实在在的，不是空想的。比如说，你看哈，佛陀时代，你看他一样活在佛陀或者那些解脱者、那些修行人，你看他们都活在家人的五欲的境界里面，出家人活在出家弘法利生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生活里面，都活生生的。促进的时候，如果六根促进没有正知正念，有没有贪嗔痴转起就受苦？促进的时候，你如果有正念，没有贪嗔痴没有升起，就变成怎么样呢？可以当下展开慈悲喜舍的济众利生，等于说你能够借由当下的缘起，让这股生命的能量呢，它怎样发挥到极致？这个其实真重要。咱一般人不想了解这个缘起，你若知影缘起的时阵，一切都是缘生，有没有？你看我们这个时候在这边形成的一种法的思维所形成的善向正向的力量，它会被封闭在这里吗？不可能。你看它在我们每一个人彼此之间的这种身心当中产生影响力。那你看，那你这个身心它是一个怎么样？它是一个不断在原生流动的过程。不要说什么，你看当你出到外面去跟你的小孩子在对话，你看这种法的力量它就可能在产生了。那你的在法上面的影响力有没有对你小孩子产生这种影响？你的小孩子，你看他又有他的因缘，他又会产生影响力。他事实上这个影响力他不会停止的。我们一般看不清楚这种现象，有没有？一切都是缘起的所以他怎么样？他都在互动啊。讯息改变了能量的波动，那个波动一产生，你看整体的波动就被改变，它就变化了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说，所以如果真正了解缘起，就懂得怎么样呢？利用借由既有的这种缘起的因缘条件，把这种善向正向的这种能量的波动，让它发挥极致，让它发挥到极致。就说等于说你就懂得去善待缘起。那你如果不了解这个生命的这个究竟的这个本质，我们会你看像一般人不懂缘起的人，他会出到境界，照做自己的身口意的这种恶行，也就是说加走加耍没耍，知道吗？那个波动它就在宇宙之间存在，有那个因缘，等于说那个因种下去，有那个因了，那助缘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个波动所形成的那个影响力，影响力不断的在变化。所以这个是很实际在人生当中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懂得怎么样，你看你正见缘起，就会有一个正确的面对生命的方式。所以呢，就是依据这样的一种了解，我们说话，我们行动，我们活命，看到没有？正语、正业、正命，其实它不是文字面上面讲的那么简单的意思。虽然说我们说，你看叫做离妄语两舌，然后离绮语，然后离恶口，叫做正语，那等于说真实话，慈心的说话。说话的时候要恰当，说话的地点要恰当。那你看这个正语它本身，你刚才看得出来它有一个很深的东西，有没有？不是语言的问题，是我们的语言本身在传递的是一种非常深奥的讯息，
而那个讯息所在带动的就是一种缘起的善相或者恶的那种能量的波动。意念也是这样，行为更是这样所以说语言意念，那你看，那你在这样的基础上面，你要怎么样活命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那个正命而活叫做依法托钵了，有没有？那个都是，但是那样的讲法只是表面的，真正深层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正见了生命的这种缘起的实相，所以你要怎么活呢？你要怎么活？这什么意思呢？所以你要怎么对待你的小孩呢？你要怎么对待你的先生呢？你要怎么对待这一场人生呢？你要怎么样对待这一场人生？会说到更具体的当下，就是你要怎么样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呢？有没有？那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又会说到你要怎么样过好现在这一个钟头呢？这一个时刻，这个叫正命，活在真实里面。那因为你看，你要能够活在真实里面，所以要怎么样呢？我们有那些不恰当的贪嗔痴的投射，所谓的欲恶不善法升起，我们就会怎么样呢？自觉性的去放下它，去离断它，有没有？这个就叫做修四正断。那所以呢，不断的在自己的生活的历程当中，六住入处律仪就是修四念处，有没有？所以随时觉察六根触境的当下发生的事情，自己的心怎么样在回应有没有在以正见做前导的正确的生命的导向底下，就修四念处这个时候你看正念，然后怎么样折法啦？有没有？就在折法啦，依正见正知而来折法，有没有？这就进入七觉知的嘛，正念觉知、念觉知、折法觉知，为什么意思？知道缘起的生命的实相，它是一个开放流动不会停止的，你除非怎么样呢？就近涅槃。那在这样的一个流程当中呢，你怎么样去对待这种缘起的生命那所以呢，正知正念当下的这种缘起的现象，这叫正念。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呢？选择有没有适当的方法、心态来回应当下，这个叫折法觉知。所以是依据正见而来的折法所以那天那个水法法师讲得很好，就是在八正道里面折法啦，就是走在八正道里面啦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呢，那你选择了依八正道来回应的，就是等于在这个时候是正见嘛，在回应当下的生命境界，有没有？所以修四正断呢，就会欲恶不善法违背正见的，有没有？你就会去断除它嘛，所以这叫折法，然后精进去满足这就是克服了有没有不恰当的对待生命的方式了嘛？跟克服了不恰当的对待生命的方式的那种取角，也就是什么呢？克服了五盖。当下暂时性的断除五盖，有没有？所以怎么样？心生法喜，喜悦会升起，这个就是喜觉知，这个就是喜觉知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所谓的有寻有视，不，在你六根触境的当下，看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折法对治跟调伏跟超越，所以这是有寻有视。所以你在离五盖，离那些贪嗔痴，离那些恶恼，所以战胜了五盖。所以心升起这种法喜喜悦，然后进一步在这个历程当中力量越来越强，所以自然而然怎么样？远离了五欲那些欲恶不善法越不容易染着你的心所以就变成有那种所谓的透过这个过程，你看你身心就会越来越清安，不容易被扰动，所以身心清安，以喜觉知就产生。那你以喜觉知产生身心清安，其实心灵就会怎么样呢？越来越极静跟安乐。那这个乐呢，在同样这个乐字，在止禅的修法是叫做乐极止，对不对？比较属于接近极静的这种安宁。那如果在七觉知依八正道而来修七觉知，这个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远离了五欲的叨扰而来的那种身心的安乐。所以叫做远离了，远离五欲，远离五欲的这种安乐，这个要自己去体会啦。你看我们心
如果常常在有五盖在刺激，有没有？有五欲在追逐，你看心就动荡不安，不容易有真正的远离乐。这个乐，七觉支里面的这个乐，就是因缘于缘起的正见，而在六处入处的当下，正知正念舍心住，而培育了远离了五欲的叨扰而来的这种远离乐。所以呢，透过这个乐的这种增上，你看到最后完成七觉支里面的所谓的定觉支，正定这就是舍啦。心用子禅的那个字眼来讲嘛，舍念清净，就等于什么意思呢？对于六根处境的当下，如实知这些缘生缘灭的这些，就只是这些现象。所以怎么样呢？心都已经完全远离了五盖五欲了，然后包括远离了对于内在的这种那种升起的这种心悦的这些觉受，心到达这种完全的这种稳定，叫做正定所以它不是这样清楚有没有？所以它是在开放在生活当中的心灵不断的自觉性的远离五盖，而透过这个不断远离五盖的过程当中，心越来越亲近，越来越有力，所以它越来越亲近，越来越有力，就越来越极静，然后越来越稳定。自然的让它怎么样？你看，它就变成生活在这款生活境界当中，然后变成一个活得很自由自在这就是七觉支里头的正定嘛。那到最后就怎么样呢？完全舍离了对这个世间的那个贪婪，达到那个舍的满足，舍心的满足七觉分的那个舍觉分这就是我们接着这样讲下来嘛好，那我们刚已经讲了一大半了，所以现在就从文字上面讲所以看那个45页第4行这边正念的正已经满足了这种对于当下的这种缘起的这种正见了，所以怎么样？觉想思量，尔时方便修习择法觉分，对，如实知见这种缘生缘灭嘛，所以怎么样？心学习不随转，依这个正见而来，对，修学在当下怎么样？正语正业正命所以呢，进一步择法，当然就是精进啦那精进之后呢，心生这种法喜，所以会有喜觉分升起。然后喜觉分升起呢，身心呢受乐，是不是身心会移喜下来？身心移喜得三摩提，有没有就是定然后在这个那个身心移喜下来的这种正定所以它不是修持禅的那个定不是那个安止定，而是八正道里头七觉分的这种正定。你看，那这个时候呢，一起心在这种正定的状态，贪忧俱灭，没有忧虑，没有贪心，都熄灭了，内心行舍就是这个很难形容啦就等于说，你看你的，不过佛陀有一句话倒是蛮有意思的啦，他说解脱者的心就像出水的莲花。你活在水面，但是你的心跟它出水的莲花，就是不会被水给染着，就像行舍了。比如说你看我们在境界当中，常常对境界有所责求，你看那就没有舍不？你得念掉了，你定不是点样养眼高不？你得点样定不是去擦掉的感觉，有没有？你得定不是感觉心去有境界封掉嘞，比如说刚刚你讲的这个妇人，有没有？你看他都没舍了，很难舍，有没有？这样知道，这样一对比就看出来，有没有？一不只是没舍，而是怎么样？他的头目都浸在水底下，也头跟目睭有没有？都叫那个五欲，会叫五怪，都看掉嘞，怎么舍？没有办法舍是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行舍，你看，它是真正要达到这个行舍，你看它有它的历程，好不好？学习在生活上面，用我们的生活经验去理解生活经验的本质，正见它这个缘起的特性，然后透过正见缘起进入正思维。既然是缘起的这种流动，那我们只能怎么样？其实就没有其他的路了，就没有其他的路。
正见缘起之后，就不会有其他的路。所以为什么叫做正见缘起开悟，会得出果须陀洹智？当你因为你开悟了，你知道这是一个缘起的流动的生命经验，你能怎么样？你就不会去干预它，你不会想要去控制它，你会随着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缘起的流动里头，在这里头不断的去增上。你的外水功，你只要缘起，对不对？那你就知道说，那你现在目前你生活上的这些眷属，一样啊，它都只不过是怎么样？都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缘起的这种流动当中的也是一个暂时性的缘起，彼此都是这样，都是在缘起当中的现象。但是呢，虽然是这个样子，怎么样的对待又会制造缘起，对不对？善会制造累积善的缘起，恶会累积增上恶的缘起，那你怎么样去对待？你敢看我这一首？所以我们如果用世间话来讲，懂得善待缘起，就懂得善待自己跟别人，有没有？所以那句话很深，对自己好就是对别人好，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就是这个意思，是这样。那所以看不透的话，就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受苦。所以为什么说至圣地里头如实知苦，光这件事情就很难呢？知苦即叫开悟，知苦即啊，知苦即就正见缘起啦。那你正见缘起，你就一定会怎么样？会领悟，一定有缘灭之道，会有苦灭之道啊。所以这是很如实的，就说这是很如实的一种生命智慧的增上的历程。是这样。好，所以呢，心稳定下来，真的稳定了，平衡了，定了，所以它就平衡，就像出水的莲花，有没有？不会被五欲五盖的境界给染着了，所以这叫做舍觉分满足。对于受心法也是这个样子如是，这样叫做修学四念处，然后七觉分满足。那他这边讲什么叫做修学七觉分，然后明解脱满足呢？你看这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不管在修习任何的方法或者任何的法门，其实在佛法里头，这个叫做三依一相：依远离，依离欲，依灭，尽趋于舍。有的叫做相于舍的意思，就是依远离，依离欲，依灭，这个叫三依，相于舍。这样呢，去修学念觉分或者择法觉分或者说那个精进觉分，就是修学七觉分。什么意思呢？对于经验到的当下的境界，不论是善的或者不善的其实都怎么样？依三依一相在修学，所以变成如实正观。你看，你正念到当下，你是正念到它的怎么样？缘起无常，苦无我，所以怎么样呢？依无常，依离欲，依灭，当下对于境界离那个欲贪，让欲贪熄灭，有没有？心就能够有当下的定，有当下的舍，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以前我都直接总结，我说我们在修行上面有时候不用讲得很复杂，随时在自己在六根处境生活的当下，依三依一相去调伏、对治跟超越。你如果愿意这样学那就会就是很直截了当了。做到境界，你看你建立正见了，它是一个什么？无常生灭的，缘起流动的，所以你能够参与，但是你不用刻意的去干涉跟抓取，其实这就是远离的意思。远离有两个意思一个叫做身远离，一个叫做心远离。所以对不好的境界，有没有？我们容易转进去的境界，我们暂时性怎么样？远离，这叫身远离。不过这都是后来的那个修行人的一种增上的一种说法啦，但是可以所以说拿来做参考。那另外一种是怎么样？心远离，比如说假设说我们在家庭里面都住在一起但是我今晚该讲话然后我会都会心公会都讲出就不会那你怎么样呢？你就暂时性远离一下，尽量少触，这个叫身远离。但是
尽量少数生远离，不是去排斥它，是你怎么样？你如实知自己你这个见解要没堪理，有没有？所以比如说我们常常碰到，就比如说夫妻之间呢，或者亲子之间，在有些情绪上面的这些波动，那你可以跟他讲一下，这个时候呢，我情绪不太好，没有办法控制，那我稍微退一下，我稍微安静一下再跟你讲，这个就叫做生远离，这个就是生远离的意思。然后呢，你如果说好面对境界，但是你的心不会被卷进去，你心已经远离了，不会被境界给抓进去，那你在那个境界当中就没有问题，心远离所以这叫一远离，一离欲。对于境界，就是六住入住的当下如实知见它的这种缘生缘灭，所以呢，见贪嗔痴，离贪嗔痴，叫做一离欲，一离欲。那你透过这个历程，精进见贪嗔痴，离贪嗔痴，调伏了贪嗔痴，所以会怎么样呢？欲贪会息灭，这个叫做一灭一灭了，所以心平衡，向于舍心在一种平衡没有抓取的状况，所以你在这个舍在后来的这些修行人的说法里头有包含怎么样呢？因为你心已经无取着了平衡，所以怎么样呢？包含的叫做舍浅随观，所以变成说你在一种无贪无嗔无痴平衡的状态里头，就怎么样？是无量心的对待，就是慈悲喜舍的对待。无量心，无量就是好像很多，对不对？很多的意思，无量多到无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没有选择，不是说因为对周师兄所以才慈悲喜舍，因为对洪小姐所以才慈悲喜舍，这个叫做有量的。无量的意思就是他已经平衡了，没有取着的，所以对于众生有没有，他都能够在六住入住的当下里头去慈悲喜舍，这叫做修四无量心，而且是里里外外内外的。我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这个跟现在部派佛教在教的那个作意的修慈悲喜舍是不一样的。他们比如说先对自己慈悲然后再对朋友，你进入禅定里面，然后作意取向，然后再扩大，从1个、2个、3个、4个，然后不断扩大，这样那个对心理的那种善向正向的心的培育有帮助不能说没有心，因为那是一种心理的暗示嘛那个有帮助。但是呢，在佛法里面的这个无量心其实是无住相，无住，你无住才能无量，有住就一定有量你怎么能无住呢？所以如果没有正见缘起，没有办法无住，因为你会取着。那你正见缘起，就会看到说这一切都是怎么样呢？缘起的这种流动，所以会破四相就会见缘起，就会破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意思所以呢，怎么样？那你就会在境界六住入住的当下的这种缘起的境界里头，学习无取着的心所以才有办法真正修学是无量心是这样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在佛法的修学上面最简单最浓缩的心要，依三一一相去修学七觉支。因为七觉支就是你看它第一个就是正念嘛那正念就是你看你正念一定是正念当下，对不对？当下的身受心法，当下的身受心法一定在怎么样？在六住入住当中在发生，所以也就等于依三一一相在六住入住当中去修学那透过这个过程达到怎么样呢？你看你到最后五盖断尽，对，然后呢对五欲呢不再有贪染，所以心灵呢随时都在那种那种远离五欲，然后在这种明觉菩提乐的这种状态离欲乐刚开始远离乐，远离了五盖，远离了五欲，然后到最后那个离欲乐增上，然后呢解脱乐增上，菩提乐增上，就有4种乐，佛陀讲的4种乐这样呢逮得明解脱叫做明解脱满足，这样清楚吗？所以你看
所以佛陀就说：如是目犍连，法法相依，从此岸到彼岸。我很喜欢这2句话：法法相依，从此岸到彼岸。从我们痛苦烦恼的此岸，法法相依到痛苦烦恼熄灭的彼岸，而且都怎么样？就在当下，即身观察，缘自觉知，现法通达。这就是禅修，这就是解脱道，这就是菩提道。法法相依，从此岸到彼岸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个《阿含经》的时候啊，会很感动，就是这样。因为佛陀的这种讲法很实在，没有晚期佛教的那种玄学式的那种空想，然后你只要慢慢的一篇一篇经文啊，你去了解像刚周师兄讲，了解其中的字义背后的法义，法义背后的经验内容、概念之后，你要用生命经验去比对。没了解，没了解，没法度了解。比如说正念，你说正念是什么？我跟你说，就是正念当下如实世间当下的因缘生跟因缘灭，有没有？好，概念讲完了，但是你没得走啊，你都不知，你就不知道。他说，折法啊，对，折法觉知就是依八正道的正见来处理当下自己的这种生命经验，有没有？那你没有在做，所以。虽然说你知道说折法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还是经验不到，讲什么？所以这边因为佛陀讲的法，就是他通达觉悟的法，跟透过他通达觉悟所形成的智慧，如实的知道说众生要怎么样透过修学怎么样的过程，怎么样的法才能够觉悟，所以这都是怎么样？都是经验的。其实佛法是很经验主义的，从经验到超越经验。经验的是怎么样？六诸入处它是缘起的，到最后超越经验怎么样？苦彻底熄灭，爱尽离欲然后清凉熄没涅槃。所以它是彻底经验主义的，跟一般的那种玄想的假设的不一样。因此要了解，就是说要深入原始佛法的要点，就是怎么样呢？深入自己的生命经验。我会再强调这一点。你不深入苦，你不深入自己生命经验的苦，你没有办法了解四圣谛的苦圣谛啦。你没有看到自己内在里头对境界、对眷属、对关系的，包括对存在本身的那个恐惧，你看不到，你不知道苦圣谛里头苦圣谛的四圣谛的第二谛极谛，你看不到。那个极谛就是在讲你那个贪执，那个极谛就是在讲你贪执背后的那个恐惧，那极谛就是在讲你恐惧背后的那个无明。那个无明就是在讲你挥之不去的那个自我的那个感觉。你哪看不到这，你不多了解极谛啊，你真的不知道，所以就没有办法见苦集。那你看，你如果看得清清楚楚的人，我说你看到说造成你面对这种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之所以会苦的原因，不是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哦。我的意思这里要分清楚，有没有？佛陀也在生，也在老，也在病，也在死。他也常常碰到人家干咩干喷刷怨憎会，有没有？然后也有舍利佛的死，他弟子的死亡，有没有？爸爸的死亡，也在爱别离。然后他要弟子进步一点，有没有？也是常常所求不得，对。但怎么样？他没有恼产生哦，他没有苦产生，因为他不会去投射。他不会去投射那个自我、那个欲贪，但是所以他是苦灭的，活生生在实际的人间当中不会有痛苦烦恼升起，因为佛陀把那个内在造成痛苦的原因已经完全熄灭了。所以不是没有这些苦，不是没有这些人间经验，但是在这些人间经验当中不再有苦。好，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你看
你如果看不清楚，其实造成那个苦的不是你的儿子去找女朋友，也不是你的先生去找女朋友，他们是助缘。真正的苦在于你没有如实知见生命的这个实相，所以自我在这边作祟。你宁愿让自己有没有像一只那个热油中的青蛙，还能跳，但是你就不想跳出来，是这个问题，是你没有真正看到这个苦集。你如果看到苦集，你就会跳啦，你得跳。但这个苦集有好多个层面，比如说有些人他看到说进在这样的一个境界里头，这样让自己受苦而无济于事，虽然不是很彻底，有没有？他看到受苦无济于事，他就跳了。这款的经济较好了，像林老师这种的呢，看到了跳，不看抓就跳了。但是呢，等于说，所以这个修学它有我们说层层转进、层层转生的这样的一个历程。你度到的越挥之不去，里头就有越深的那个执着，里面就有越深的、越细腻的那个迷惑。那你就要去深入它，去看到它，你才有办法解开那个迷惑，你才有办法断除对于那个经验、那种事情的那个很特别的那种迷执。我的意思是，这是人生啦。比如说，你看有些人因为小孩子的死亡，他会苦得很深啊。有些人因为先生的外遇会苦得很深，但这种苦都不一样，层次不同，虽然都叫做苦。有些男人因为女人的外遇苦得很深，他比他女人因为先生劈腿的苦还要深，不一样。那透过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些都是生命当中的那个经验，所以你只有一条路走，只有一条路走。如实知苦是什么意思呢？不回避。你不要一下我不要这个苦，你不要多，你这样你没有办法深入那个苦，你的心要对苦是敞开的，你才有办法去看到这个苦更深的那个苦集。那如果一直抗拒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佛陀会说这个四圣谛是怎么样？是次第的啊，是像走阶梯一样，第一阶上去，第二阶才有办法，第三阶、第四阶这样上去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在人间当中不断的学习，透过自己的生命经验怎么样，一再见苦，一再见苦集，然后才有办法怎么样，知一法则断一法，才有办法层层转进，层层转生。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有没有？我们的生命是有积淀的，也一层一层，那心理意识啊，我们的心理机制是有一层一层的积淀的。那每一层当中都有它的苦，造成这一层的苦都有它的原因，都有它的覆盖。那你如果这一层揭不开了，你看不到第二层；第二层揭不开了，你看不到第三层；第三层揭不开，你看不到第四层。所以这个就是舍利弗在讲的那句话的意思。他说他每次听佛陀说法就怎么样呢？知一法则修一法，修一法则断一法，然后怎么样呢？层层转进，层层转生。你的想内来，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这是活的，这是活生生的一个生命的历程。什么样的历程呢？知苦，知苦集，知苦灭，然后知道灭苦之道。你看，这叫初转法轮。你要先知啊，知了开始怎么修？所以说觉悟没有了事，觉悟只是觉悟。你有出果须多洹智，不一定得出果须多洹果，因为要修下去才有，不然觉悟只是见法，所以你见法觉悟之后要怎么样？知道说如实知苦，如实知苦集了，对。所以在生活上面，生活就是六处入处。在六处入处当中学习怎么样？知一法则修一法，修一法则断一法，有没有？然后层层转进，层层转生。所以透过这个过程才有办法这样啊，七觉支层层转进，有没有？才会七觉分满足，到最后通达究竟解脱，这叫三转十二行啊，一的下内来。那在这个三转十二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我们就变成从必须要比较用力的，有没有？去离五盖的阶段，叫做有寻有视的这种属于
八正道里头的这种初禅，有没有到达八正道的这种四禅，就是这个意思。因是止禅，是活生生的八正道里面的这种正定的修持。那你透过这样的一个历程，你看，我们每经过一次生命经验的痛苦烦恼的锤击，就更深一层的了解自己内在里头的某种盲点跟执取，然后我们解开了这个盲点，断除了这个执取，你看我们生命的自由度就又增上一层，好不好？赶快出来，没这个力量，生命没有办法成熟啦。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不是去怕苦，也不是去拒绝苦，而是怎么样如实知苦。因为当你真正觉知到这个苦的时候，就佛法来看，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你的智慧要增上、要开启的契机。没有苦，你不会知道苦集。不知道苦集，你不知道灭苦之道。不知道灭苦之道，你就不会修道啊。那你不会修道，你有什么智慧呢？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其实四圣谛你会发现它是什么意思呢？跟这个讲的一样意思，从此岸到彼岸，从一个充满痛苦烦恼的愚痴，经由正见苦集跟正见苦灭之道，有没有？我们说开悟，然后开始层层转进，层层转生，通达苦的究竟熄灭的彼岸。所以那天我们在那个星期天那个法会，有没有说，其实四圣谛已经完全把过去、现在或者未来，我们不说佛教或者任何的灵修者，他想要从凡夫的状态达到究竟解脱的历程跟最后的状态都已经讲完了，都讲完了。你看凡夫的状态就是要怎么样？先知苦，进一步知苦集。我们不要说修佛教，对不对？我们就是所谓的灵修好了，有没有？然后呢，你看你就要看到造成你痛苦烦恼的这个原因，然后开始怎么样呢？就是有点觉悟了，有没有啊？开始修离苦之道，见贪嗔痴，离贪嗔痴，有没有？然后层层转进，层层转生。不管是你是透过什么样的修行方法，外道的也好，基督教的也好，真正佛教的也好，或者所谓的大乘佛法的也好，如果你真正要通达究竟解脱的话，不管你用哪一条路进来，到最后都一定会进入四圣谛里面，有没有？所以这个叫做初中后善，开始是善的，过程也是善的，最后也是善的。你们如果越了解你们越深入就会对那个释迦牟尼佛的智慧会很震惊，会很震惊。他用真短的话，真少的字，统合了他之前的所有的灵修的要点，然后展开他自己自证的通达究竟觉悟之道。未来的修行人想要觉悟，也一定是只能走这样的路。纵使不是用这样的语言其实像我们说八正道里头的正见、正智、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这些东西这些语词在原本古印度的优波尼沙经里头都有。但是呢，佛陀用他们这些字眼所转向的、所导向的起点跟结果的内涵都不一样。那原本托钵也不是佛陀创造的那时候印度就有很多那种托钵的那种苦行僧所以他一方面把原本古印度的灵修过程当中所留下来的这些精华、这些语言这些法教，没有办法重新制造语言嘛，拿来宣说，但是呢，赋予它完全崭新的菩提道的意义，在法上面。然后呢，又在这个行持上面，把那时候印度人认为说最亲近的那种修行方式，有没有修行人的生活方式？托钵的这样的一种苦行僧的这种方式呢，把它吸收进来，然后在那个时候成立僧团，制定戒律。
这真的很可怕。他在想的是很远很远的东西，所以你看诸佛哦，以前的佛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看他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的，你看我现在讲的意思，他哪里有毕竟空啊？刚才开始，他那么完整的回应现实的文化条件啊，然后呢，在这样现实的文化条件展开彻底就近的灭苦之道，拢足是这，拢足是这，有没有？然后你看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方法，也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发现，也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建立僧团，不法不都团来呢，不然法传不下来。所以你看他这样2500年，有没有？那很特别的啊，在汉传佛教界，原始佛法被埋没了2500年了，2000多年了，大概2200年吧，有没有？那现在你看这20年，我们台湾地区的这些文法众有没有？先从大家去到那个南传佛教地区，有没有找佛石比丘、阿姜查、阿姜曼，有没有？然后那个还有那叫什么马哈西的，有没有？然后包括这些南传佛教的这些禅法啊、修法观念，然后慢慢的在这个台湾地区知道说，好像有一个佛陀的教法跟原本汉传的好像不太一样，有没有？那刚好在18世纪这个整个学术研究上面，有没有英国、德国、日本，有没有对于原始佛法，就是阿含经教的这种确认，跟相应部的经教的确认，你看这样两相结合，在华人地区几乎隔了2000年，现在真正原始佛法，也就是佛陀的教法，才要开始怎么样？要开显于世，对吧？那所以我说这是很特别难得的因缘嘛，所以你不能说那个学佛法师讲的那句话没有道理啊，把佛陀生下来的弟子找回来，真的是有点意思哦，是这个样子嘛，好，那这样我们就把这篇经文做这样的分享，那谢谢大家了，好，那希望那个下星期可以再见，好，谢谢大家。